先求一支签，看那个人会不会醒过来。哦。你好啦。好啦。刚才我都没有听到你说话。心里有就可以了吧？哦，那就可以了，只要你知道和乖娘娘知道就行了。求这一支签而已啊。你还要求什么？比如说事业啊、前途啊，还有姻缘啊。不用了，我的命肯定不好的。怎么会呢？不如再求多一支姻缘签吧。哦，你要求就求喽。谢谢。晶晶啊，怎么样了？阿明哥，乖娘娘给了我们一个上签呢，说那个人不会有生命的危险，很快就会醒过来了。是啊，那就太好了。我去捐香油钱。哦。师傅啊，82号温姻眼。这支签怎么说？签里说，你已经有了对象。对。这个对象可是金枝玉叶。命好的不得了，谁娶到她真是三生有幸，几辈子修来的。好，我金枝玉叶是太夸张了，不过有福气就好。谢谢你，师傅。这个，请你喝咖啡的。谢谢。就怕你不是驸马爷的命。青青，帮我洗。哦。不要跟他洗。哎呀，大姐没关系啦，反正我每次都是帮三姐洗衣服的嘛。不要，以前他说功课忙，家里的家务什么都不用他做，现在书都读完了，又还没有找到工作，整天待在家里，什么都不用做，你连自己的衣服都不会洗啊？哎呀，2、3件而已嘛。再加2、3件，哈，你连内衣裤也要晶晶帮你洗啊？你这个做姐姐的太不像话了。大姐没关系啦，顺手嘛。不要，你越帮他越依赖你啊，让他自己洗。洗就洗咯，反正丢进洗衣机洗也行的。三姐啊，洗衣机坏了。啊？你放点洗衣液，浸一点水，然后再过一会儿再洗咯。算了，那么麻烦，我等洗衣机修好再洗啊。嘿，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懒呢？你要等到你的衣服都臭了你才甘愿是不是？洗下衣服会死啊！好，你不要激动，洗就洗。你呀，女孩子不要这样懒啊！难道你要以后你嫁了老公，你要你老公啊帮你洗内衣裤吗？好心你了。哎呀，晶晶啊，不要帮他洗啊。哦。
如果他真的爱我啊，帮我洗内衣裤有什么关系吗？真是老公。三姐啊，你放心啦，你读过那么多书，将来你的老公也一定会是一个读过很多书的男人，那你们两个会赚很多钱，到时候哪里需要洗衣服，请个女佣就行了咯。哎呀，要找一个读过书的老公不难，可是要找一个读过书又有钱的老公，那就不容易了。你们如果读过大学，薪水一定很高的嘛。高你的头啊！这几天我看报纸找工作，请一个大学生啊，薪水才1500块啊1500还不够啊，很高了。怎么会高呢？大学3、4年加起来的费用啊，至少10万块，不知道要做多久才能赚得回啊？以后还会加的吗？现在行情那么差，怎么会加薪呢？好啦，就算2年加500块，每个月2000，扣掉公积金，只剩多少？连个 Prada 都买不起啊！三姐，你买熊猫做什么？ Prada 不是 Panda，Prada 是名牌皮包，一个至少2、3千块啊。 2、3千啊，那么贵？怎么会贵呢？满街的人都拿名牌啊，连阿嫂都拿 LV 啊。我们大学生怎么样？难道连阿嫂都比不上啊？阿嫂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啊？谁说没有啊？你看我们大姐赚的钱是不是比大学生多？你惨了，你说大姐是阿嫂，本来就是啊。那照你那么说，为什么要辛苦读大学嘛？帮我导一些洗衣液，我再告诉你啊。那有了一张大学文凭呢，你的身份就提高，才会有更好的条件嫁个有钱人。啊，你读那么多书就是为了嫁个有钱人呢？那当然啦，要不然你这么辛苦读书干什么啊？人家说长得漂亮的女孩子一定会有很多人追的，你长得那么漂亮，嫁一个有钱人没有问题的。这句话呢就说对了，不过不是每个有钱人都能嫁的。为什么？有钱的老头子你嫁不嫁呢？当然不要喽，除非他死了，你拿他遗产。那有钱的大耳窿，你嫁不嫁呢？我啊，除了要嫁个有钱人，我还要他长得英俊潇洒，又有魅力，又有社会地位，还有啊，又要有文化修养。像这种男人呢，就要花点心思慢慢教育。好了，你洗完啦？是啊，泡太久啊，会伤了我的玉手的。哎呀，这个怎么叫洗衣服？我帮你洗啦，谢谢你啦。哎，大姐不关我的事，是晶晶要帮我洗的。我又没有说你。晶晶啊，医院打电话来说那个人已经醒了。真的啊，观音娘娘真灵。医院的护士说希望你可以去一下。哦，那我现在就去了。哎，那个人你又不认识，你去了赶快回来啊。哦，还有啊，如果人家要你签名什么，你千万不要那么笨啊，叫你签就签。哦，知道了。快去快回啊！好。哎呀，英英啊，我不放心他自己一个人去啊，我看你陪他去吧。哎呀，我刚刚洗衣手很……好，我去。这是什么？书，那个呢？枕头，他是谁？护士，我呢？医生，那你呢？我不知道。你没有印象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住在哪里？认识些什么人？想一想。没有，我什么也想不起来。你不会有事的。你认识他吗？他是谁？他是……你不会有事的。我不知道。可是，我记得他跟我说很多话。那你除了认识他，你还记得认识谁吗？
不知道。你认不认识他？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我不知道，可是是我送他进医院的，所以晶晶，先听医生怎么说。医生，我妹妹并不认识他，只是看到他受了伤，好心把他送到医院。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醒来之后，就连自己是谁也记不得了，也记不起他住在哪里，认识些什么人，只记得有一个女孩子，一直叫他不要害怕，会没事的。那个女孩子就是你吗？是我。是不是？我都说我认识他的。这怎么算认识呢？我妹妹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。医生，我妹妹什么都不知道的，她只是把她送到医院罢了。我们可以走了吗？可以了，谢谢你们来这一趟。我们走。不，请你不要走，我只认识你一个人，请你不要走。不要管她。哎。三姐啊，他好可怜，我可以留下来吗？你留下来干什么？你又不是他亲戚，你这么关心他干嘛？因为是我跟阿明哥害到他变成这样的。哎呦，关你什么事啊？驾车的人又不是你，而且你怎么知道是真失忆还是假失忆啊？当然是真的啦，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了。哎呀，他可以骗你的吗？不会吧？怎么不会呢？你不是说了他在医院那么多天都没有人来看他？是啊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他是本地人，他有家人的嘛，对不对？当然啦，谁没有家人？那如果他家人发现他这么多天没有回家，一定会报警。一报警，警方就会有记录，就安排失踪者家属来医院认人。可是那么多天了，都没有人来认他。很显然的，他这个人并不是本地人。既然他不是本地人，他是外国人。当然是外国人啦。可是外国人一定有护照的。那他有吗？我不知道。当然没有啦！如果他有护照的话，医院跟警方一定会联络他在外国的亲戚朋友的。对哦。那既然他身上什么证件都没有，他最有可能是非法移民。非法移民？那他怕承认后呢，警方会逮捕；怕坐牢挨鞭；怕坐牢后呢，还会被遣送回国。所以他假装失忆，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然后咬紧你说他认识你，然后呢就缠住你不放。只要你一心软啊，他就牢牢的缠住你的。不会的，你相信我吧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坏人的。当你碰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，先把他当成是坏人，这样呢才会万无一失，知道吗？哦。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到底是谁？喂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不是，你来就好了。我在想，我到底是谁？可是我还是想不起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我到底是谁？对不起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谁。为什么我还记得你呢？可能你被车撞倒的时候，我跑过去看你，你就看到我了，然后我就送你进医院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谁。我为什么想不起？我为什么想不起啊？喂，你不要这样啊！你刚刚醒过来，一定还 blah blah 的。你慢慢想，一定会想到的，不要担心。哎，你肚子饿吗？我就知道你一定饿了，因为刚才来的时候，你桌上的饭都还没吃。我买了东西给你吃，你吃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叫我不要。你没见过吗？没见过。
你连保镖都没见过，那你一定不是本地人了。本地人都知道这些食物吗？当然啦，保镖就好像是炒粿条、纳西冷嘛、沙爹一样，每个新加坡人一定知道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想起什么？你想起你是谁啦？不是，我想起炒粿条是一碟黑黑甜甜的面。对啊，对啊。我记起来了，真的很好吃。你记得你吃过炒粿条就好了。你喜欢吃，我下次买给你吃啊。可能你吃啊吃啊，就会记得更多东西了。你一定要帮我。我会帮你的。哎，来吃吧。好吃吗？很好吃啊！哎呀，你不要那么大声啊，那么晚了，护士听到了会骂的。我真的还没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啊！静啊，快点起来去打扫啦！几点了？几点？你闹钟是不是坏了？没有吗？你昨天晚上去偷鸡啊？没有啦。嘘，不要吵醒柔柔，她还在睡觉。哦，叫你去我房间跟我一起睡，你就是不要。3个人挤在这里，很舒服吗？哎呀，你打呼很大声吗？会咩？没关系啦，人家说胖的人很会打呼的。好了好了，快点啦，快点！哎，柔柔，大姐早。你怎么今天这么早起来？哦，我今天有承包商要砍树，所以我要早点去做监督。砍树就让那些承包商去就行了吗？你是 officer 不是卡巴啦。大姐啊，小声一点，会吵醒三姐的。他放心好了，这个人呢，你在他耳边打雷啊，他都不会醒的啦。大姐，如果我不早点去做监督，他们砍错树怎么办？种一棵树不是这么容易的。快点快点！哎，对了，四姐，你昨天晚上跑去哪里了？没去哪里啊？那我起来上厕所，我没有看到你。我可能在厨房喝水了。那我上了厕所也没看到你在厨房喝水啊。哎呀，很迟了，我换件衣服就可以去巴沙了。哎，柔柔啊，燕不是说今天有面试吗？等一下你记得早点叫醒他。哦。可以走了。还不从实招来？哈？哈什么哈？怪不得今天早上醒不来啊！昨天晚上到底跑去哪里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去小弟的房间看他有没有关灯咯。如果是真的，那刚才为什么不早点说，现在才想起来？快点说，去哪里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我梦游了。大姐有没有看报纸的？黄皮人也梦游啊！梦游的时候，你去哪里做什么，说什么都不知道的。梦你的头了，梦游！快说！你呀，都不知道人家是何方神圣，是人是鬼，你3更半夜跑去看人家，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啊？不要生气了，大姐，我是觉得他很可怜，所以他真我的有你这样的妹妹，我才可怜呐！都不知道被骗多少次才会惊醒啊！你又怎么知道他会骗你还敢顶嘴啊？昨天晚上燕燕回来，什么都告诉我了，她分析的很有道理。那个男的一定是有问题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那以为全身都没有伤，就只有这里还失去记忆，他肯定是非法移民来的，一定是怕警察抓他，才会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记得了。那你给我听清楚啊，我不准你再去看他，知道吗？哦，大姐啊，
我下午可以出去一下子吗？我刚刚才跟你说什么？你听清楚了，不准你再去看他，清楚吗？啊？大姐，我是到观音庙去抹地。抹地抹到观音庙，你神经病哈！不是啊，上次我在观音娘娘面前发过誓，如果她醒过来，就抹3个月的地。哎呀，我真的会给你气死了！哎，Robert， 泰斗是跑到哪里去了？石头一拿到要砍人，菜头出去劝架，很精彩，赶快去看呐！啊，我让你很久了，我看很久了啦。哎呀，算了啦。抢生也不是这样抢法的，让他怎么全部没有饭吃啊？对呀，生意已经很难做了，你还来捣乱，是不是搞到大家没有生意做？谁要你们没有生意做啊？你们不爽的话，可以学我大平卖啊！你讲什么啊？你我怕你啊？哎，你以为你拿刀拿枪就会吓到人啊？敢拿刀就不要演戏，刀拿了老半天都不见你砍下来。我的头在这里啊！来啊，来，砍了，砍了，砍了！好，曹老师，你不要挡我啊！就在那边陪你，你又怕你啊？啊！近一点，你不要这样冲动嘛！哎，算了算了，你不要过，不要过，不要拦住我！走开！现在没有人挡你了，你过来，来，那我的头在这里啊！砍啊，砍啊！哎，Jackie， careful！ Don't worry, Kumar. You think he dare to chop me? Wait for 100 years, so dare not chop me. 你什么？你以为只有你有刀啊？我就没有。喂，我这把刀不是来吼人的，是拿来砍。偷的。啊，一头拿回去煮咖喱压压惊啊！走。你又走。哎，走。来呀，买鱼啊！今天大开张啊，买1条送2条啊！来呀，便宜大家。哎，玩。哎，买鱼啊！啊！哎，姑妈，那条好的白鲳鱼，我跟姑妈合作开摊卖鱼啊。这些鱼啊，每天有一个朋友从西山运过来，很新鲜的。今天第1天开张，哎，以后你要买鱼找我，我亏本都卖给你啊。哎，不用啦，哎，来，不要，拿回去吃，这条我是给你吃的。不要。哎，拿去。对了，今天思婷回来，晚上跟我在咖啡店吃饭，你一起来吧。哎，不要，我说不要了。Thank you， 努力。哎，婉。Hey Jackie，it seems you still never forget her. I first look at her so fat, very scared. But look, fat, also not bad. 大姐啊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？可以，什么问题？你跟思婷的爸爸是不是很好？做什么这样问？没有啊，我只是觉得你跟思婷的爸爸很熟，加上上次他来店里找你，你就匆匆忙忙跟他跑出去。我问你去哪里，你就叫我不要管。今天又送鱼给你呀。那有什么奇怪？大家是邻居吗？我们还不是常常送拿丝玛给菜头叔他们吃？可是你跟思婷的妈妈就要像仇人一样，你跟他爸爸又那么好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什么？他是不是曾经追求过你？你不要跟我乱放屁啊！不是啦，电视剧每次都是这样的嘛，我就乱猜喽。你乱猜就好，你不要到处跟我乱说啊！哦。别的事情就傻，这种事情就那么精。死太近了，到底在搞什么鬼呀？
会进而放生，谁敢当把这次女人放什么？我要把你害人证据拍下来。这害人精啊，自己害人还污蔑我害你啊！好啊，你做初一十嘛，我就做15，我一定要跟你斗到底。好，你不要让我拍到，你不要让我拍到。我昨天买的香水，哎，闻闻看，香不香？很香啊。来，我帮你喷一点。不要，我的工作是不可以喷香水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昆虫会被香水吸引，到时就真的是招蜂引蝶。你这种工作有什么乐趣啊？人各有志。哎，那你这份工作有没有机会碰到有钱少爷呢？我的工作啊，整天就是检查树木，跟承包商沟通，监督工人砍树。你说有机会吗？这种工作送给我，我也不要。那你今天应征的工作，有机会认识有钱少爷吗？当然有啦，银行是最有钱的地方，也是最多有钱人打交道的地方。存钱、贷款、公司上市，只要我看准机会，抓到一个亿万富翁，哈，我就发达了。三姐，你是去找工作，还是去找对象的？基本上呢是2合为一啦。你的工作往往决定你将来嫁给什么人。比如说，医生通常会跟医生结婚，教师就会嫁给教师啊。像你这种植物医生呢，很有可能嫁给谁？扫叶子的、砍树的，要不然就是采花贼啊。只要他真心爱我，他是什么身份都无所谓的。哇，你好伟大！我告诉你啊，爱情就像泡泡一样，漂亮一下子就破了。从古到今，最感人的爱情故事都像流星一样，一闪就过，根本就没有天长地久的爱情。那罗密欧与朱丽叶如果没有殉情，他们的爱情故事还会那么感人吗？梁山伯与祝英台要不是化成蝴蝶，还会那么浪漫吗？所以呢，两个人在一起久了，很快就风平浪静，好像一池死水。你呀，千万不要迷信爱情，还是追求面包比较重要。而且要追的是名牌面包。Daddy，你以前是研究物理学的吗？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。那你现在为什么会对那些植物啦、贝壳啦那么有兴趣？人活着总要有一个目标，这样才有意思嘛，要不然人就没有价值了。不管目标是什么，就算是一个收集垃圾的，每天张开眼睛总要问自己：我今天要到哪儿去收集垃圾，而不是我今天到底要干什么。那你为什么不去妈咪的公司帮忙？不行不行，我是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搞生意不行的。我在想，为什么妈咪当初会看上你这个知识分子？不提吧，不提吧。停着！你要小心来往的车子，很危险的。还有，你看那边的树都枯黄了，小心它们会折断啊。先生，前面在砍树很危险，你不要再往前走了。Daddy，别再向前走。对不起，我Daddy是树迷，他喜欢看树。这么高的一棵树，要长多久才能那么高啊？为什么要锯掉？就是为了发展吗？新加坡样样都要新，连大树都没有立足之地了。是谁决定要锯掉这棵树的？是我。你凭什么？凭我这个哦。我跟你一样，很舍不得锯掉这棵大树，也是会很生气的。可是如果不把它砍掉的话，就会破坏其他的大树了。为什么？青龙木枯萎症。Daddy，你说什么？你 Daddy 说的对，这棵大树病了。他得了一种传染病，学名叫做青龙木枯萎症。如果不砍掉这棵大树的话，就会破坏其他的大树了。原来如此，那刚才真对不起。没关系。Daddy啊，别妨碍别人工作了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妈咪在等我们。你真是一个好医生。谢谢你。
这个送给你，遮太阳。不用了。妈咪，看我把谁给带来了？哎，怎么把你爹地也带来了？嗯，怎么了？难道你不想看到爹地吗？那好了，我就把你带走了，爹地。你在搞什么鬼？不是说有重要的事要跟我谈吗？是啊，我是有事情要找你谈啊。那就是呢，放你自己1天的假，然后跟爹地在这里享受一下浪漫的假日。嗯，来，爹地，坐。你呀，最会搞鬼了。你这么慎重的请我出来，我还以为有重要的事要跟我谈，原来是这个诡计啊！哇，这不重要吗？妈咪啊，你每天都在忙公司的事情，几乎要将爹地给忘记掉了。你爹地啊，有那几本书陪着他就够了。哇，妈咪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要不是你很忙的话，爹地也不会抱着那几本书啊。那你看他听说你要跟他喝茶，即刻把那些书丢得远远的，然后飞也飞过来了。爹地，你说对不对？这是文艺小说的比喻，现实中是不可能飞过来的。哇，爹地，你别那么科学好不好？今天就浪漫一点，嗯？他怎么浪漫得起来？人家看海，他也看海。人家看海是说海可枯，石可烂。他看海啊，是说早上6点涨潮，下午4点开始退潮。月亮怎么可以影响潮汐？这我早就习惯了。不过相信爹地一定有他特别的魅力的，要不然的话，妈咪你也不会那么爱他。少肉麻辣，肚子饿了吧？叫点东西吃啊。哦，不了，妈咪，我得先回去公司开会，你就跟爹地在这里轻松一下吧。嗯，还有，我不准你今天回公司。嗯哼，好了，爹地，先回去了。他出来了，找机会下手。记得要处理得像一场意外，不要留下任何的首尾。好，我现在马上回去。我有事情要回办公室，你有什么事的话你就联络我。好的，好的。Hello， 发生什么事啦？他出事了，我们来帮忙。是。手机没电了，我们去叫出租车。是他。喂，你没事吧？喂，你没事吧？喂，你怎么了？头晕的。你没事吧？
是你。来，小心啊！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刚才有辆车忽然贴近我的车道。哎，你头受伤了。哎，别动，你急救箱在哪里？我帮你止血吧。在后面。哦，我来。帮我拿着吧。哦。痛吗？不痛。谢谢你。想不到你除了医大叔，还会医人。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时间过得好快，一转眼天娘也已经20多岁了，我们都老了。你还年轻。哎，难得你会说这种讨好人的话哦。50年、60年，在宇宙的时间中，就如微小的像一个单细胞。人实在是太渺小了。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装着什么都看不见、听不到。你呢，就逍遥自在了。我啊，却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放得下。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，放也是这样，不放也是这样。你说的好像很潇洒这样，你这一生中真的什么遗憾都没有吗？老方，你真的是连自己的家都不认得了？再不回家，我看你连我和孩子都不认得了。我的研究已经到最后阶段了。那你就干脆搬去研究室住好了，反正这个家在你的心目中还比不上你的研究所。你这些孩子啊，还不如你研究所的白老鼠。爸。哎，玲玲，你长得这么高了。爸，我是婉婉啊。爸，哎，不用叫他了，他连你们都不认得了。刚才我只是一时认错嘛。那好啊，来，你告诉我，谁是燕燕，谁是晶晶？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上几个月我才抱过他们。上一次你们抱他的时候啊，已经是3个月前的事了。是吗？哇，他们长得好快，不过我还会记得的。她是燕燕，她是晶晶。什么？错了吗？爸，这是燕燕，那是晶晶。双胞胎总是男人一点的啊。爸爸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认得，说出来都没有人相信呢。莫名，我已经受够了，我要跟你离婚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想明芳和孩子了？刚才你问我这一生有没有遗憾，我想没有照顾孩子，就是我的遗憾。看来你还不是那么不食人间烟火。不过是明芳把你赶出家门的，不是你抛弃他们不管，你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。明芳早就知道你性格是这样的，嫁给你之后也不应该后悔的。可能他对我太失望了。当初如果你一早选择了我，就不会搞到给明芳踢出家门啊。你这个书呆子，就是看不清楚这一点。这些年来，我不让你去见他们，你会不会气我？听说他们也搬家了，现在要找也不可能了。再说这些年来，他也没来找我。我相信
她一定生活得很好。明芳是一个能干的女人，孩子她一定能够带大的。你的车都被拖走了，怎么救护车到现在都还没来呢？刚才那2个男的说要去找救护车了，我打去看看好了。啊，不必了，我看算了吧，反正我的头也没什么事了。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做个详细检查比较好，有时候内伤是不容易被发现的。我想自己去找医生检查就行了，反正你有工作在身，也不想耽误你的时间。等了那么久都等不到德士，不如我们到前面去看看吧。那好吧。再往前走一点，应该就有德士了。你没事吧？哦，我没什么事，我只是在想，我要怎么样才能再跟你见面。今天真的很谢谢你。你已经谢了我很多次了。我能不能请你吃饭？不用了，我也没有帮到你什么啊。况且，你送了我一顶鸭舌帽啊。雨停了。真的。我想这里应该等得到德士吧，我就送你到这里了。哦，你的雨伞。谢谢，拜拜。嘿，你还没告诉我，我要怎么样才能再见到你？有树的地方就有我。树的地方？新加坡哪会没树啊？会拍，我就不会拍吗？谁怕谁呀？上厕所没有洗手就准备食物了，你完蛋了！这样脏了还抓这么多次屁股啊！你这次你死定了，我拍你屁股！呢呢呢呢呢